Okay, good morning, everyone, and it's really afternoon. It's very big honor to share with my topic with lots of friends here. Yesterday I also came here because Hubert tell me that you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KCAD. So I came here yesterday and learn from Cass here, and it's a very it's very useful and very interesting. And thank Cass for telling me KCAD how to use it. And my topic is AI agent in PDF. As I'm a little nervous here, so I think I will share with you with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here. Thank you. Okay, you can see my my focus is on PDF. Yes. Next one is why I'm do PDF here, because I have working with PDF for nearly 5 years. Okay, let's go ahead. 我可能切换到中文。I will translate my words to Chinese and okay. 因为我的这个研究工作呢，主要就是说，从 PDF 上面去切入。那么我昨天来到 KCAD 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用这个 symbol 的时候，然后呢，它会有一个直接链接到了这个 PDF。当时给我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mazing me。那个 PDF 昨天我们的 size 分享，就是从里面去 get 到一个这样子的symbol 符号图。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 KCAD 里面它是有它的这样一个 PDF 的一个库的。那么我们说 PDF 里面涵盖的内容呢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不同的工程师呢，都会从 PDF 里面去找到不同的内容，但是真正的一个 PDF， 它里面的知识或者它里面的结构究竟有多少？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打造成什么样子？那就是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去分享的很多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PDF 的 datasheet 呢，它都是一个非结构化的数据。我们现在就是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结构化的数据，而我今天的 topic 可能会主要的从这样一个我们选取的这个 ADS 124SO8 这样一个 PDF 呢来贯穿全部。这里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PDF 的一个截图。好，我们说我们想要去表达它这样一个 PDF 它究竟有什么内容，我要去取得什么内容，所以我们有一个 Ontology-based content modeling。我们拿到一个 PDF 之后呢，我们想要先去做的就是我要把它转化成一个 structured data。那么我会从这3个方面 classes, object properties and data properties to passing the datasheet。OK，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子，我们仍然是以这样一个 ADS 的这样一个 PDF。当我把这一个 PDF 我们把它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本体的分析论之后，我们可以瞬间的让这一个 PDF 组成了3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class, hierarchic, object properties and data properties。那么它是一个层次化的结构内容，在瞬间你获得这个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你想要去取得什么知识，那给这样子的知识放到我们的大模型里面，然后你去问它，它是不是就是会非常的瞬间的去抓住你的内容，对不对？就会很清晰。那你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一个分成3个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 device 这样 ADS， 然后以及它的这一个 order number 订购的这样一个型号，以及它的这一个 package， 还有它的这样一个符号。那么我们
这样一个就是知道它的这样一个层次结构之后呢，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获取它的相关的属性和参数。好，那我们就是说一个 PDF， 我们说 what roles， 我们想要去给这样一个 AI agent， 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 agent， 让它去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该如何的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那这个呢，是我们目前项目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框架。那我们从这个 PDF datasheets 的这个 input，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询问的内容之后呢，从这个 parsing agent 之后，然后我们开始逐步的去走到我们的各个模块当中。那么我们的底座呢是这样一个电子元器件的 LLM 的这样一个 component 的domain specific 的一个专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这样一个大模型的专家和我们上层的各种应用，包括 layout， 包括这个地方元器件建库，包括验证，那么他们所有的这个沟通的协调呢，都会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management agent。所以说，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专家模型之后，那么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经常我们是说，每个人都会说大模型产生了很多的幻觉，对不对？那么我们每次给他的问题，他给我们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设计我们的 AI 的 agent， 在借助大模型的这么强的推理能力去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得到的答案的准确性呢？好，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是这一个呢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去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呢，就是说在目前的通用的大模型它还不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去做这样一个 high density 的这样一个符号图 symbol 的一个提取，然后呢，还有右边演示的这一个很大的这一个 BGA 的大型的阵列的提取。我在想，刚才我们的胡总，他们说他们背后有一个这个一直在强调 ，they have a big database。但是我们呢，我们没有，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他们的前面的这一块，我们怎么样给一个很好的数据，然后呢去放到他们的数据库当中，我们是他们的前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把这样一种做的这样一个高密的大型的矩阵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更有效的去创建这个元器件的符号库。好，那么在我们做符号库的时候，我们同时呢也会去做这样一个封装的库。那么这个封装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工具。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 agent， 它可以去侧重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去 layout 的时候，我的 pin one 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要把 pin one 的数据给出来。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行列数的计算，当高密的时候，我们的行列数如何去计算？那么还有我们的缺球如何去处理，对不对？然后，如果这些事情都能够直接的从 PDF 当中，我们就直接就是说，这样以图片的形式，我们都能够去把它计算出来，能够把它计算出来。那么这一个也是能够去节省到大量的这样一个人力和物力的。所以我们除了建这一个符号的工具，我们仍然也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封装的工具，并且我们目前呢，
还在做这样一个非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说的是 AI agent 可以做这些工作。那么它是怎么样去做这些工作的呢？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这个整个图当中去去 ask 让我们的某一个 agent 去锁定哪一个模块，做哪一个应用。当然，我们这里所提供的这一个演示是不依赖大模型的，我们是用的这样一个纯粹的图像的学的方法，所以我们的数据是没有幻觉的它是一个就是从一而终的，每次输出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集成到大模型 LLM 当中去，然后让它去调用，并且 LLM 同时也能够去给到我们数据，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个 double check， 对不对？我们刚才胡总总是说我们还是要相信人，相信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验证，怎么样去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在大模型的加持下，在人工经验的加持下，以及在传统工具方法的加持下，我们去做多轮的迭代来验证，得到一个更有效的、更准确的数据。好，那么除了我们刚才做的这样一些工作之外呢，我们说我们的今天的主体的对象是 PDF， 对不对？那么 PDF 除了能去找我们的 symbol、找我们的 package 这两个具有明显的图片特征的工作之外呢，它还能干很多其他的事情。它还有很多的知识有待我们去挖掘。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那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就是 component part number usage。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角色，我们都可以让它当做一个不同身份的 agent。比如说 design engineering and procurement and PCB 的 manufacture engineering， 他们在这样一份的 PDF 当中所需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内容不一样。那么，所以他们要去找到的答案呢，也是不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任何一个 PDF 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 title， 它的这样一个标题当中，从锁定这个标题，然后再去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 ontology， 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的去抽取每一个不同的角色所需要的不同的信息。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去建造不同的角色之外呢，那么我们还有在 PDF 当中还有比较复杂一点的这样一个图像。你比如说像这一个非标的 标准件的这样一个分析，那这就是一个 USB 的接口，也是我们昨天 Ceci 给我们画的 USB。我说这个 USB 的原理图用它以及它的这样一个 layout 都还 OK， 但是我们真正要把这个 USB 的所有的参数把它完整的还到右边，这个工作其实还是非常 tough 的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么这个你送给大模型，它现在的可解释性或者它的能理解性还是比较弱的那我们这个还是借助就是说已有的深度学习的方法去做这一个关于非标器件的一个封装参数的提取。那么有了这种之后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一件更有利于工程师去 get 信息的有效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都拿到这个 USB collector 的这一个图纸的时候，那你想，如果你来分析这个图纸，或者是去分析这个图纸，它们都是 Type A 的 USB 的 collector， 对不对？那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我的这一个分析能够迅速的给结果，而不是我去把所有这个图上的每一个尺寸的数据看完，我再去看文本的数据，我再去看表格的数据，对不对？我输出来这个数据的一个方案，再输出来这个数据的一个方案，然后我再去做对比。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这个是对人力的要求就会非常高，并且对人的理解能力和这个专业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那我们能不能去做这样一个 component 的 similarity analysis 呢？去分析它，然后以及我们说我们的元器件库，对不对？里面有大量的，现在是刚才田老师讲的泊松数据，我们有140万个元件的这样一个库，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元件库，它是不是有相似的替代件可以去做一个推荐呢？对不对？那也就都是我们基于这个相似性分析，然后要去得到的一个这样一个结论。好 ，OK， 那这是我们我一直在做的工作。那我们说这个EDA 的这样一个路呢，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是一个 tough road ahead。那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去把我们的工作去做好。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分享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传统的软件。在这个地方，我有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百度网盘的分享。如果你们想去试用工具，可以去网盘上去下载我们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疑问呢，可以 email me 或scan me 呀。对，这是我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 PDF 上面的最后这个总结，就是我们要去用好这一个 PDF， 要去把它的信息尽可能的挖掘出来，除了给我们的建库工程师用，那么我们还有多样的角色。不同的人他都需要这样一个 PDF，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让不同的AI 的 agent 来做好我们的 PDF 的这样一个分析和代理工作。好的，谢谢大家。